司令，几位棉纱厂的老板要见您。哎呀，王老板、郭老板、陈老板，来，请坐，请坐，稀客呀。谭司，倒茶。谭司令啊，我们今天来找你是有很要紧的事情，根本没心思喝茶呀。不知道3位老板遇到什么难事？谭司令，你谭家军2000士兵，除了穆家纱厂，就属我们3家安置的最多，最少的也安置了200多人，最多的有400-500人呢。是，这些我都知道，也非常感谢3位老板解我的燃眉之急啊！谭司令，不瞒您说，我们接收的这些士兵啊，真的是让我们苦不堪言呐。你想，你的兵去了纱厂，苦的不是你的兵，而是纱厂的老板。王老板，您这话从何说起啊？兵啊，都是好兵，只是确实不会做工啊。这5-6个人也不敌我们一个熟手工，工作效率太低了。如此低的工作效率，还要占我们一步之机，导致我们纱厂的出纱率那是大幅下降啊！我算了一下，现在也就是接收兵之前的1半产量啊。拿枪的手去拿纺锤，首当其冲的就是效率低，而效率正是纱厂的生命。这些士兵啊，虽然活干得不好，却要和熟练工拿一样的薪水。这虽说有商会的补贴吧，但这熟练工难免会有不满。不瞒您说啊，我这纱厂已经停工2天了，工人们都要求涨薪。哎呀，我们也不堪重负啊。不患寡患不均，干不干活都一个薪水，那谁还愿意干活呢？是啊，谭司令，这2年棉纱行业并不景气，日本人那个洋纱对于我们的冲击很大。商会虽说有点补贴，我们勉强能支撑，但是利润已经很低了。近几年洋纱倾销，华商纱厂本就艰难，如果还要涨薪水，他们根本就做不到。所以谭司令啊，今天我们3个前来找您，是有一个不情之请，请您收回您的谭家军，他们个个可都是铁骨铮铮的汉子呀，在我们的纱厂纺纱织布，那可真是太屈才了。3位老板，实在是不好意思，因为我在当上这上海司令之时，是跟徐督军有约法3章的。这第1条，就是解散谭家军。我当然知道，我的这些士兵去你们的纱厂是张飞绣花，但是解铃还需系铃人，还是要等徐督军发话才行啊。这个是。他还真的是算无遗漏。好，请。慢走，告辞了。接阅成都军府。督军怎么了？穆志远刚刚给我打了电话，说是给我拜个小年。其实呢，他是给那些纱厂老板当说客的，说什么现在的纱厂行业不景气，安置士兵是雪上加霜。这句话不是哭穷，就是想甩包袱。这华商会不是已经给了安置补贴了吗？难不成这些纱厂老板光拿钱不办事儿？我看是谭玄林搞的鬼，他是想故意惹出些麻烦来。督军，您看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不用管这些纱厂老板？反正谭玄林已经交了枪，又分散在各大纱厂里，时间一长，疏于管理，难免会有一些作奸犯科。到时候，我们就有收拾他的理由。爸爸在徐督军那里碰了个软钉子，他还是执意要把士兵安置在纱厂，但他也透露了口风，说不会等太久，不会让纱厂老板太为难。徐伯钧肯定另有打算，他不可能这么好心，把我的兵当野养。那你现在总该相信，我是真心想帮你的吧？你确实每一步都算到了。
如果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公务繁忙。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跟变了一个人一样，玩笑也不爱开了。你不就喜欢这种端着的正人君子吗？我才没有。那你喜欢我这样的吗？你想多了。哦。Cindy, I'm back. Cindy? Cindy? Where are you? Ci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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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indy, where are you? Aha, I got you. Cindy? Cindy? 对，是司令部发的，有什么问题吗？谭司令，你有没有想过，你这么写，那些革命军会把我当作他们的敌人的。今天是我家的猫被杀了，肯定下一个就是我。我不管，报纸是你们登的，你也保证我安全。那约瑟夫先生，你想让我怎么保证你的安全？你必须派兵在我家和公司附近把守，再派几个身手好的，随时跟着我。约瑟夫先生，我很理解您的遭遇，我也很同情你，但是我无能为力。这司令部的兵不归我调遣呢。谭司令，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别激动，别激动，你看我像开玩笑的样子吗？我这个上海司令啊，实际上就是有名无实。在我上任之初呢，就跟督军府约法三章，哪怕是调动司令部的一兵一卒，都要让督军府批准才行。太荒唐了！照这么说，如果我遇到攻击，难道还要等督军府请示好才能派兵来吗？是的。这是什么狗屁约定？这样我们的人身安全怎么能够得到保证？谭司令，你自己不是也有兵吗？你派自己的兵来保护，这样总不用督军府来批准了吧？嘘，约瑟夫先生，我的兵已经被遣散了，枪都交出去了，我没有兵现在。但是，约瑟夫先生，这件事也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哦，I'm sorry, sir. My God, Joseph, look! What's up, man? What is it? Come on. Come on. I'll be back in 10 minutes, right? My God, what is it? Cindy. Cindy was killed right at my house.
It's Revolution Army, and I'm their next target. Damn! 督军，费安顿先生的电话。司令，我是真没想到，这徐伯钧在洋人面前耳根子这么软，这连建民团的事都答应。哼，这约瑟夫找费安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非要组建个民团保护租界的安全。这费安顿为了老朋友啊，直接就跟徐伯钧摊牌，徐伯钧也不敢当众驳了他的面子，所以只能吃下这个哑巴亏。哼，哎呀，真没想到，连顾小姐都没办成的事儿，让一只猫给搞定了。哎，这事儿不能当着双人说。哎，我知道，顾小姐好面儿，而且还要把这个功劳算在她的头上，只要她开心就好。哎，司令，你说这洋人也挺奇怪。这上海有这么多的伤兵还有难民，一天到晚让巡警追着屁股打，他们屁都不说。这不过是死了一只猫啊！你瞧把他们给吓的，就立刻让咱们建民团保卫租界安全。这叫什么呀？这就是刀没砍在自己身上，永远不知道疼。这要说呀，这还是司令厉害。这回合打的督军府那是措手不及。只不过就是可怜了我们司令部的某位大人物，估计现在啊，正挨他爹训呢。哎，督军又说您办事不力，被谭玄林钻了空子。实在怨不得您呐！谁知道那个约瑟夫这时候来插一脚，而且这个约瑟夫是远东地区最大的犹太商人，半个外滩都是他的。您说我们怎么争得过他？我本以为让谭玄林缴了枪，安置了兵，总不至于生变。没想到还是我大意了。副帅训斥的是，不能怪您呐，是谭玄林太贼了，他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督军怎么说？总不可能让他把民团建起来吧？督军也不可能吃这哑巴亏啊。他说这事是费安顿亲自提出的，他不好驳了工部局的面子，要我们静观其变，不要妄动。我想，可能副帅也没有想好对应之策吧。啊，督军，这是这几天的报纸。关于工厂闹事和罢工的事情越来越多了。不用看，我都知道是谭玄林这个马匪崽子搞的鬼。沙场老板们想甩包袱，英国人想保护租界的安全，谭玄林他想趁机钻空子。这个马匪崽子的确是太狡猾了。想在我的管辖之内成立私人武装没那么容易。他用这种手段让我承认民团的存在，他还嫩了点儿。您的意思是，如果谭玄林的兵不能保护租界的安全，还扰乱治安，那他的民团还能存在吗？英国人还能支持他吗？还是督军高明啊！木工要替那些沙场老板们出头，想甩掉谭家军这个包袱。你说谭家军那帮兵痞子能吃这种亏吗？属下明白，我这就派闵大成去安排。穆夫人，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我的项链扣子坏了，帮我修一下。
穆夫人，您先到后头喝茶，半个时辰以后啊，就可以取了。你怎么来了？你倒是挺悠闲。说吧，什么事儿？茶是不错，可是酒不怎么样。不会吧？我已经按照你说的都吩咐下去了。可他现在一点事都没有。再怎么说，只不过是一个女孩子而已，何必要赶尽杀绝呢？我原以为这个小贱人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没想到我低估她了。她现在是光耀的秘书，围在光耀左右，老爷也开始看重她，而且脾气还越来越大，居然敢动手打婉婷。什么？他敢打婉婷？他不仅打了婉婷，现在居然敢彻夜不归，还住在了光耀的休息室。要不了多久，嫁到督军府的不是婉婷，就是他了。到时候穆家的财产，还不落到他的手里。看起来，还真不能再留着他了。我这儿倒是有一个把他给除掉的机会，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他……看下这个，丽丽皆辛苦。司令，今天是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咱俩今天高低喝上一杯啊！行。司令，又想老司令了。我们谭家要想吃团圆饭，只能去祠堂吃了。我爹、我娘、我大哥，还有早夭的三弟，他们那边过的热热闹闹的吃着团圆饭，把我一个人留着，冷冷清清的。司令，别这么说嘛，咱不是还有4小姐呢吗？哎，他不气我就不错了。哎，不过说真的，你真得多管管他。自从他认识了这个裴少军，顶撞人的次数是越来越多，那连我都管不了他。这小子人倒是不错，只不过如今这世道，穿上这身军装就是朝不保夕。我实在不想看着小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我宁愿他找一个读书人，哪怕是生意人，平平安安的过一辈子。4小姐年纪还小，等她长大了，就能理解你的良苦用心了。长大了，一转眼都18岁了，还要长多大？
想当初我在外面带兵打仗，他8岁的时候，我就给他送到寄宿学校。那时候我送他的时候，他哭着喊着不想让我走。当时我就在想，有时间我就多陪陪他。后来不哭也不闹了，看我的眼神也变了。现在是更不需要我了。四小姐以前确实是粘人，性格又好，跟现在完全是两码事儿。是啊，但我真的是不敢把她带在身边。但是你知道吗？她是我的亲妹妹，不敢冒这个险。我现在就想着，她和双儿能够平平安安的长大，再找一个靠谱的人嫁了，我就放心了。什么东西啊？不知道谁在门口放了个饭盒，饺子。还能有谁啊？小四呗。除了他，谁也不会包出这么丑的饺子。吃饭吧。哎，小四，小四，你慢点。小四，哎，怎么了？没事吧？双姐姐，我脚崴了。你看你，来，过来坐会儿，慢点走。嗯。来，慢点。疼吗？疼不疼？嗯。你看你二哥知道又要担心了。以后啊，你要听你二哥的话，和那个裴少君保持距离，知道了吗？嗯。陆小姐，这么巧？我说那小子人还不错，只不过如今这世道，穿上军服就是朝不保夕。我实在不想看着小四过着提心吊胆的日子。苏少帅、裴少帅，你们来的刚好，小四脚扭了，能帮忙把他送回去吗？原来又是你这个小骗子！怎么着，故伎重演，装崴脚，想让我们家老裴送你是吧？我这次是真的脚扭了，你堂堂一个少帅，在一边说风凉话，没一点同情心，还跟我翻旧账，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哎，你好了，没什么大碍了，这2天好好休息，少下地走动。怎么样？好像真不疼了，双姐姐。哎，老裴，你说这大冷天的，这俩姑娘又崴了脚，要不咱们送她们回去吧？你们快看，好美啊！哇，好漂亮啊！不知道有没有这个荣幸，和顾小姐欣赏一下烟花呀？双姐姐，我想去，
我们一块儿看吧。好。哎，你干嘛？哎，谁让你多管闲事的？给他创造点机会。二哥，这老天总是让我遇上他，不能怪我。裴少帅，你说不让我动，你是不是得帮我一下？怎么帮？我想去那边看烟花。哇，你们看，你刚刚好漂亮！烟花虽美，也只耀眼这一刻，往后便是烟消云散。烟花虽短，但它的美足以让我记一辈子。双姐姐既然喜欢看，就让苏少帅天天给你放。他俩说的不是烟花，是人生。哦，今儿个除夕夜，咱们几个好不容易聚在一起，聊点开心的吧。好，说点高兴的。烟花易逝，愿我们都如一江春水，滔滔不绝。好，滔滔不绝。你看他们俩多好呀！好漂亮呀！光耀哥哥，真好看。
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婉清小姐，在收拾呢。昨天晚上吃了饺子啊？啊，对，四小姐和顾小姐送来的。顾小姐也来了。谭色，你把昨天……你怎么来了？有什么事儿吗？我不是想着过节了，给你送点点心吗？不用这么客气。哦，对了，你那主意不错。这工部局决定成立民团局的消息一传出来，这些纱厂的老板恨不得主动把我的兵送回来，这徐伯钧想拦都拦不住。那就好啊。你还有事吗？我看你最近不太对劲，有点严肃。你是不是碰到事情了？你们这些女人啊，真够麻烦的。我不严肃吧，说我不正经；我严肃点吧，又说我有心事。我能怎么办？行了，徐督办快来了。这一大清早看见你在我这儿，他会误会的。司令，进来说。司令，给穆小姐下药的那个服务生抓到了。审出什么来了？是保利典当行的闵大成指使的。保利典当行，他一个生意人，为什么要伤害穆婉清啊？说的就是，做生意的得罪穆家，这不找死吗？好啊，咱们去会会他。司令，没有人。先回去，派人盯着点儿，只要闵大成回来，就向我报告。是。行，好久没见了，刚才吃。徐成，明天是商会民团武装的成立典礼，我就不去了。如果谭司令问起，就说我病了。好的，少帅。司令，你说你这身板长的，这天生就是个衣服架子嘛，这能不打胜仗吗？不打胜仗都天理不容。别跟我说这些啊，打仗靠的是脑子，又不是这些花里胡哨的东西。小的这不是想拍拍马屁吗？你开心了就能给我长点饷钱。哼，你就别想了，不可能的。哎，别走，我这肩章歪了，帮我再整理一下。你不是说这是花里胡哨的？这不是打仗，是典礼。有一句话怎么说的？人靠衣装，马靠鞍嘛。行了，安好了。哎，对了。去看一下穆小姐和徐督办来了吗？是。哎呀，
师傅呀，夫人，周师傅啊，哎，一会儿送完老爷以后呢，去一下吉斯菲尔路的洋行，给小姐取下皮草。是夫人。爸，今天的典礼您还打算讲话吗？不讲了。民团虽说是费总统的提议，但是督军府也知道，这是谭司令的主意。光耀已经摆明态度，说是不参加了。我们去了也不好表态，参加一下得了。明白。那我们吃完早饭就去吧。好。老爷，老爷，婉婷肚子疼，疼得在床上直打滚呢。怎么会这么严重？没事吧？我也拿不准，要不你去看看，要不然就请大夫吧。婉晴，我去看一眼婉婷，你先去，我马上赶过去。也好，这样万一他们要让您讲话，我就先帮您推脱掉。好。车在门口，让司机先送你吧。好。这条小巷子平时挺热闹的，今天真是奇怪了，一个人都没有。倒车！小姐，别动！不好了，老爷！婉清小姐被人绑架了。你说什么？什么？在哪里？诸位，今天是上海华商总会民团局成立的日子。欢迎各位嘉宾的光临。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谭司令上台致辞。各位兄弟，今天在这里，我们成立上海华商总会民团局。谭某不才，受工部局司令。好，我知道。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拥抱上海太平。哎，谭司令，谭司令，司令。老傅，你在这看一下，我带人去看一眼。好，你们跟我走，让我们同心协力，永保太平。同心协力，永保太平。一群废物！上面让你们绑的是穆志远，你们绑个女人回来！我们明明跟的是穆志远的车，从穆公馆一直跟到德庆路，在租界洞的时候，谁知道车上是个女的？这个女人什么身份？是穆志远的女儿。
走了几年轮廓，如何拼凑你的活？抱着你。